快快快！董事长的飞机到了！啊，7年，终于恢复了。今天是江凯当选昆仑学者的重要日子。骑上他当年送给我的小电驴，告诉他，其实我就是一直资助他求学科研，为他铺路，为他搭桥，为他付出一切的蔷薇财团董事长。他一定会特别惊喜吧。眼睛瞎了吗？那不是什么车吗？刮坏了你赔得起吗？瞎了你狗眼了！闪！对不起，董事长。没关系。哦，对了，我吩咐你的事情你办好了吗？董事长，您的男朋友江凯先生入职富士集团一事已经办妥了。今天晚上，富士集团将要为江凯先生举办一场盛大的签约入职晚宴，届时海城的各界名流都会参加，他们都想一睹江凯先生这位大夏最年轻的昆仑学者双学位博士后的风采。太好了，我就知道他一定不会令我失望的。你去帮我准备3份礼物，当做我的嫁妆，然后送到富士集团的晚宴现场。是。今天是好日子，我要向他求婚，嫁给他。你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傅景恒，富士集团执行总裁，斯坦福硕士毕业，年收入150亿，房子是天空之镜的别墅，车子你也看到了。你就是富士集团的执行总裁，这么巧？巧吗？该你自我介绍了。哦，我叫叶梦，高中辍学，一直在国外工作。在国内呢，没有房子，也没有车。这是我的特教。你这个条件也太……高中没毕业，国外工作啊？打的是黑工啊？你这么说呢也对，我之前在国外是一直打黑工，但是我……算了，时间紧迫，你的故事我就不听了，先把你凑合。走吧，去领结婚证。等等，你结婚证，领证结婚？你放心，结婚期间我会按照约定，每个月付你3万，3年后离婚，再一次幸福1。走吧，去领结婚证。等，傅先生，你是不是认错人了？我有男朋友，我男朋友马上就过来了。啊？你不是那个……不好意思啊，是我认错了。喂，怎么了？总裁，集团的传统能源项目忽然遭到境外资本狙击，半小时内亏损上百亿，如何处置？这样，蔷薇财团回归大夏，现在是我争取蔷薇财团投资最重要的事。这个项目亏损，父母对我印象会很差。等等下去，立刻低价抛售这个项目，弥补集团损。啊！可是总裁，这个项目是您几年来的心血啊，现在抛售太可惜了吧？我很看好这个项目，但我没时间等了。我必须获得蔷薇财团投资，才能摆脱家资的控制。分不下去，立刻跑。你先不要着急，傅总。虽然我不能跟你结婚，但是我可以救你一次。根据我得到的消息呢，5分钟之后，全球最大的石油产区将会有一场战事发生，所以你千万不能卖掉自己的传统能源项目。你在说什么？我呢刚从国外回来，提前得知了一些秘密消息。5分钟之后，4分钟之后，将会有一场战事波及整个中东，石油的价值将会上涨到无法想象的程度，所以你的传统能源项目价值将会无法估量。你在胡说什么？我们富士在国内国外都有最顶尖的消息收集和分析团队，那些精英都无法预测的事情，你不知道？
我的消息来源呢比较可靠。哎呀，不过就几分钟而已，副总，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着急而后悔终生哦。我还有事儿，回头再聊。哦，对了，副总，就几分钟啊，拜拜。哪来的疯女人，抢我傅景恒座上，还神秘消息，装神弄鬼。喂，总裁，刚刚那个胡说八道的是谁呀？又是和之前那些女人一样，故意想要引起您的注意吧？对了，总裁，这个项目还要抛售吗？当然。等等，不过几分钟而已，我倒要看看会发生什么。如果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一定会让你知道杀我傅景恒的代价。阿姨，阿姨，好久不见，天梦，你没资格叫我阿姨。我告诉你，今天你跟我儿子分手。阿姨，你说什么呢？拿上这100万，离开我儿子。实话告诉你，我儿子现在已经一飞冲天了。就你这样的货色，也想加入我江家，成为我的江家的儿媳妇？你也配？我不配。没错，今晚是我儿子的入职欢迎宴，海城无数顶级权贵前来，只为目睹我儿子的风采。而你，一个高中没有毕业的文盲，在国外打黑工的下等人，你以为这样的晚宴，我儿子带你去合适吗？阿姨，你知不知道这所谓的宴会完全是因为我的安排？天梦啊，你可真能吹呀！你怎么不说我儿子入职富氏集团还是你的安排呢？阿姨，你终于说对了，确实是因为我的安排，富氏集团才会招揽江凯。够了！江凯，你来了。够了，叶梦，不要再痴人说梦了，行吗？江凯，你说什么？本来我今天不打算出面见你的，但是我听你刚才胡言乱语，我实在是忍不住了。你看看你现在这副穷酸样子，你知道富氏集团是什么样的存在吗？它是海城第1集团，它是由富家大少傅景恒一手创立。你这样的下等人，你这辈子都不可能和富氏集团有任何关系，明白吗？看在我们两个在一起7年的感情上，拿着这张支票，滚！时间到了，果然什么都没发生。我真是慌了头了，居然信一个陌生女人的话。喂，总裁，请您指示。按照原计划，出示我们。临时插播一条紧急新闻：刚刚中东突发战事影响波及全球，国际石油价格直接涨停。专家预计，未来数年传统能源的价格都将居高不下。这怎么可能？你居然真的未卜先知，你到底是什么人？江凯，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难道忘记了，当年为了资助你上学，我主动放弃了保送清华大学的资格，我去国外打黑工赚的钱全都给你了，我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你现在告诉我要跟我分手？那是你自己犯贱，又不是我儿子非得让你这么做的。叶梦，请你不要再对我死缠烂打的，行吗？那些年你给我的钱就是9牛1毛，我江凯之所以能有今天，靠的是一位真正的大人物在资助我。哦，那是什么样的大人物这么支持你啊？既然你执意想知道，那我也不妨告诉你，这位大人物，他就是蔷薇集团的美女董事长。她在几年前横空出世，以女子之身创造全球第1财团，横扫无数金融大鳄，站立在世界之巅。是她资助了我的学业，也是她资助我科研。我能顺利毕业，完全是因为她，不是因为你，明白吗？她今天答应了我，会来晚会现场
我到时候一定要好好感谢他。对，我一定要好好感谢他。哎呀，儿子，我听说那位蔷薇董事长既年轻又单身，我想他是不是看上你了？原来如此，你以为那位美女董事长看上你了，所以才着急跟我分手，对吗？叶梦，你这样想，我也不否认。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我江凯欣赏和爱慕的就是董事长那样独立自强的女性，能和我携手并肩的九天凤凰，而不是你这种无知又无能的井底之蛙。江凯，我真没想到你如此狂妄狠心。你放心，今天晚上的宴会我一定会到场，到时候你会知道一切真相。我希望你不要后悔。后悔？叶梦，你觉得我有可能会后悔吗？跟你分手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最正确的决定。好，你记住你说过的话。从今天开始，我们一拍两散。谢谢。装模作样，不知死。儿子，别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了。今天的晚宴对你而言无比重要，咱们赶紧去选一件最帅气的西装，保证让那位美女董事长对你一见倾心。对，相爱7年，守护7年，却换来这样无情的分手。江凯，我真的很期待今天晚上的见面。你知道真相之后，会是什么样的嘴脸？不好意思啊，你们的对话我听到了一点儿。我好歹也帮了你们傅氏这么一个大忙，你也不必要追过来嘲笑我吧？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本事，想看看你是什么人物。这么看来，你无非是有什么小道消息，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我就算是瞎猫碰上死耗子，那我的小道消息总归是帮了你吧？好，算我欠你一个人情，那我给你一个机会，跟我结婚，当富太太如何？啊？我才刚分手，你就追过来说要跟我结婚？哎，你该不会是对我一见钟情，非我不可吧？你能不能别这么自恋？不过是顺手帮你一把，就看你想不想要这个机会，以富太太的身份参加今晚的宴会，看看你那个前男友江凯的表现。有点意思。反正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单身狗了，你又长得这么帅，行吧，那我答应你了。我可以向你承诺，只要你当我丈夫1天，我就可以保护你1天。你保护我？你知不知道我面临的麻烦有多大？你一个女孩子保护我，天大的麻烦在我的眼里都不值1天。你只要安心做我的老公，我可以向你保证，你这辈子遇到的所有麻烦，我都可以帮你解决。姑奶奶的软饭不是随便一个小白脸都能吃的。那你也记住，我不是你的前男友，在我面前不用大头脸充胖子。哼，我猜的没错的话，你现在特别想要蔷薇财团的投资吧？哎，我可以帮你，只要你把传统能源项目的资料发给蔷薇财团，我保证他们可以给你至少1000亿。1000亿？你知不知道1000个亿是什么概念啊？虽然我对蔷薇财团的投资很有信心，但在我心里，100个亿我是很知足的。更何况，这件事情可不是只是发个资料这么简单。
发一份资料，你有没有什么损失？咱们试试看吧。好，我再信你一次。放心吧，保证不会让你失望的。整理一下传统能源项目的所有资料，呈交给蔷薇财团，尽快。我按你说的做了，走吧，去领结婚证。走吧，顾太太，带你去完成现场。好的，顾先生。我还有事，你先随意逛一逛。10分钟后，我会正式向海城名流介绍你的身份。去吧。早就听说大夏最年轻的昆仑学者，双学位博士后，气度不凡，才华横溢，果然闻名不如所见啊！昔日见，果然是人中之龙。听闻富士集团副总特别看重江先生，开出了1个亿的年薪，了不得！副总裁一向眼高于底，星夜不会出席任何的宴会。今天晚上为了这个签约晚宴，亲自莅临，江先生前途无量啊！那是当然，江先生得到副总裁看重，那日后的成就可不是我们能够企及的。江先生，日后若有机会，还望请写意爱呀。诸位都客气了。其实今天呢，除了副总，还有一位大人物即将莅临。叶梦，不好意思，失陪一下。叶梦，你混进来想干什么？江先生，话可不能乱说，我可不是混进来的，我是光明正大走进来的。就凭你呀，这可是富士集团特地为我儿子准备的签约晚宴，能够来这晚宴的全都是海城名流。你是个什么东西，还光明正大的走进来的？你混进来，是不是想对我儿子死缠烂打？叶梦，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你再这样对我死缠烂打，只会让我更加讨厌你、厌恶你，知道吗？江海，你还真是太自以为是了。今天这个晚宴的主人公好像是傅景恒吧？主人都没发话呢，你算什么东西？够了，叶梦，你这个没见识、没文化的泼妇，不要在这胡言乱语了，行不行？我江凯，我是大夏最年轻的昆仑学者，双学位博士后。我的地位权势不是你这样连高中都没有念完的打工妹所能理解的，明白吗？我这样的顶尖人才去了哪都是绝对的主力，哪怕是傅景恒副总，他今天晚上举办的签约晚会，也是专程为我所设。原来如此，所以我不能来这儿。当然不能。今天这里的每一个人，不是顶尖的精英，就是商业大佬。大家所讨论的，不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就是未来商业的蓝图。这些话题有哪一个是你有资格去讨论的？在场的名流又有哪一个是你有资格去结识认识的？所以，请你别挑战我的耐心，识相点，从这儿麻溜的滚出去。哟，是哪个不长眼的，竟然敢惹江先生、江伯母高兴？方小姐，你来的正好，我们可是看在你方家的面子上，才把我儿子的签约晚宴放在你方家的酒店。可是你们酒店的保安是怎么做的？居然把这种货色都放进来了，简直是拉低了晚宴的档次。就你这穷酸样，也配来我方家的宴会？伯母啊，您放心，可是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贱人，我不管你是陪谁睡了一晚混进来，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出去！我再说一遍，我是光明正大走进来的。哦，光明正大？那你的请柬呢？请柬？傅景恒带我进来的时候，并没有说需要请柬。傅景恒带我进来的时候，并没有说需要请柬。行了行了，叶梦，你知不知道傅景恒这3个字意味着什么？这3个字代表了海城的商业巅峰。像你这种
连高中都没有毕业的打工妹，被我气如敝。今天在这样高端的场合，你不但不自荐行贿，居然还想妄图攀附商业天王傅景恒。我说你真是一点羞耻之心都没有了，是吧？怎么样？总裁，集团通过10多条重要人脉、30多个保密渠道，涉及境外137个国家，依然无法调取您口中那位叶梦小姐的个人资料。我这个捡来的妻子，难道还有什么极其神秘的事？有意思。叶梦到底是什么人？不知道啊，总裁，这个女人太神秘了，不会是别有居心吧？不管她以前是什么身份，现在只是我傅景恒的妻子。走吧，去晚宴现场，不能让我们夫人久等了。是吗？我倒是觉得傅景恒挺好相处的，倒是你江凯还没正式签约傅氏集团呢，就在晚宴上摆出一副主人公的姿态，你真把自己当成高高在上的大人物了。贱人，江先生说的话你听不懂吗？他已经不要你，你居然还敢在这里大放厥词！你知不知道江先生是何等人？他，大夏最年轻的昆仑学者，双学位博士后，不能说后无来者，但绝对是前无古人，更是被副总裁看中，前途不可限量。是吗？傅景恒这么看重他？当然，为表示对江先生的看重，傅氏集团更是准备了帝王之墨打造的签约台，千年仙纸打印的合金漆，就连那签字的笔都是万宝龙的百年信笔。哦，我忘了，以你的学历和见识，只怕这上面任何一样东西，别说买了，怕是听都没有听说过。华而不实，虚而无用，这些东西对于我而言，只要一句话，就算是傅景恒都得亲自送到我面前。只不过我从来都不在乎这些。真不要脸！你知道本小姐这辈子最讨厌的是什么吗？就是你这种没钱没势，还要装出一副视金钱如粪土的绿茶婊，还副总裁亲自送给你。笑话！你以为你是谁啊？也配提副总裁的名字？方小姐说的没错，他就是一个不要脸的倒贴货，倒贴我儿子不行，现在还借助于副总裁的名头，在这儿装模作样。哎呦，一会儿等副总裁来了，一定会撕烂他这张贱嘴。叶梦，待会你被人叫醒丢人现眼时，你会跪下来哭着求我救你。放开你的双手！张海，你倒是很自信嘛。只不过傅景恒马上就会过来，到时候丢人现眼的不是我，而是你。贱人，谁给你的狗胆？你知道江凯先生是何等人物吗？连本小姐都只能默默仰慕，你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出言侮辱，还直呼副总裁名讳，简直是找死！住手，贱人！叶梦，你是不是疯了？这是什么场合啊？你在这动手打人，我看你就是一个泼妇，一个只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的泼妇。看不起，快放手！他动手打我，你视若无睹；我稍作反抗，你就说我是泼妇。怎么让高高在上的你看不起了？是吧？江凯，你这双重标准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够了！你别在这撒泼打滚了，这里是方家酒店，这个签约晚宴是傅氏集团专门替我儿子准备的。你一个下等人，本来就没有资格出现在这里。方家就算是打死你，那也是合情合理。你还手，就是大逆不道，就是罪该万死。真是有其子必有其母啊！你们两个颠倒是非黑白的能力还真有一套。闭嘴！你但凡要点脸，就马上给我从这儿滚出去！别让你这一身的穷酸味儿污了这尊贵的地方，否则在场的这些等着跟我儿子庆贺、等着面见副总的权贵名流，全都不会放过。没错，副总马上就会亲临现场。像你这种上不了台面的贱人，在这里只会脏了副总的椅子巾。快滚！这儿的每个人都是名流权贵，就连端盘子的服务员、门口的迎宾小姐都是精挑细选，都是为了欢迎江。虽然你曾经和江博士是恋人关系，可如今已经事过境迁，做人呢
要有自知之明。我劝你还是赶紧做，啊不，赶紧拿出去。哼，他就是一只恬不知耻，只知道对江博士死缠烂打的舔狗罢了。江博士仁慈，没有对你说过什么狠话，你就真把自己当成江博士的女朋友了。只可惜呀，江博士功成名就，又得到副总裁的看重，又岂是你这种人能够觊觎？听我一句劝，拿着这100块钱就回家吧。所谓的海城3大世家，原来就这点水平啊！这么捧江凯的臭脚，只是想通过他讨好傅景恒。难怪短短几年，傅景恒就成为海城商业的王者。不是因为他太厉害了，而是因为你呢，太疯了。叶梦，你懂什么？副总在商界之巅，我们敬他配他不行吗？倒是你，张口傅景恒，闭口傅氏集团，说得头头是道。事实上，一旦副总裁出现在这里，恐怕你会立刻下跪乞怜吧。你错了，如果傅景恒出现在这儿，那跪地乞怜的人只会是你。叶梦，你到底发什么疯？我知道你被我甩得受了刺激，但是你也不能像个泼妇一样在这乱咬人，大放厥词吧。不好意思，我差点给忘了，你本身就是个泼妇啊，是个贱女人。无知的人是你。我原本想带着你一步一步走上世界之巅，可惜呀，你的第一份工作合约都还没签呢，就暴露了本性。所以，你注定无法跟我一起欣赏巅峰之上的景色。不是，你要胡说八道到什么时候啊？你这辈子就注定只能在底层挣扎，说不定过几天你就会在酒吧陪酒。巅峰这2个字对你来说没有一丁点儿的关系。你等会儿就会知道，你不屑一顾、随手舍弃的这段感情，到底意味着什么？总裁，我们调查叶梦的身份信息，居然受到了警告，好几个渠道因此中断了跟我们的合作。有意思，叶梦，我对你一发都感兴趣。走。到底意味着什么？你什么样子，什么德行，我还不清楚吗？说好听点，你是在国外打黑工；说难听点，你就是在卖。你浑身上下早就是一身脏病。你这辈子注定就是底层的命，别做梦了。江凯，你的龌龊跟无耻真是超越了我的想象。拜你所赐，我的起点确实很低，但是我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往上爬。虽然你的起点是很高，可是你的眼里只有金钱跟地位，所以你终将会一无所有。闭嘴！叶梦，我不想听你这些痴人说梦的废话了，知道吗？今天是我的大好日子，所以我请你识相一点，认清自己的身份。你这样一个无权无势的贱人，有什么资格和我说话？有什么资格站在我的面前？马上傅景恒就会过来，你就会知道我到底是什么人。希望到时你还能如此刻一般义正言辞，大义凛然。你不要在这撒泼打滚了，行吗，叶梦？我知道你早早就错失了目光短浅，但是你觉得你在傅家晚宴上闹事捣乱，这个后果你能承担得起吗？哼，江凯啊江凯，你还真是可笑。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后果是我叶梦不能承担。你说什么？我可笑？真正可笑的人是你。你知不知道，你之所以有机会在这里放肆，全都是我在包容你。不然的话，只要我一开口，方家的安保就会出来把你的嘴给撕烂，然后把你扔到垃圾堆里面去。你在威胁我？江凯，我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的感情，你居然跟我说这样的话，我当初真是瞎了眼了。为了你这样的男人付出一切。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啊！只要你现在老老实实从这儿给我滚出去，我还是会放过你。否则的话，否则怎么样？你知道的，今天是我江凯最重要的日子，我不会允许任何人来阻碍我、影响我。如果你要一意孤行、不识好歹的话，
那我就不会再顾及我们之前7年的感情。放心吧，我不会一意孤行，更不会不知好。今天我过来呢，只是想把我之前给你的一切继续收回。谁呀？贱人，你是不是疯了？臭婊子，你竟敢撕我儿子的合同书！来人，快来人！既然你如此冥顽不灵，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没错，方小姐，赶紧让人撕烂他的嘴，扒光衣服丢出去！江伯母说的话你们没有听到吗？动手！住手！谁敢放肆？傅天王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恭迎傅天王。恭迎傅天王。刚才让你滚你不滚，现在傅天王来了，你死定了！伯母，恐怕要让你失望了。死到临头了，还大言不惭呢！你现在认错，或许还来得及。我做错什么事情了吗？不要不识好歹，我这是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明明自己就是个贱人，是个泼妇，你怎么就不懂得跪地道歉？怎么就不懂得高低贵贱呢？江凯，你错了。风水轮流转，我虽生来平凡，但你又怎能知道，我不是今晚这宴会中的黎明之天？你们刚刚在做什么？还请傅天王恕罪，晚宴有所纰漏，混进来一只过街老鼠。过街老鼠在哪儿？指给我看。傅天王啊，其实呀是这样子，都怪我儿子呀，他实在是太优秀了，让这个不要脸的倒贴货他死缠着不放啊！倒贴货？没错，就是这不要脸的倒贴货，整整纠缠了我儿子7年呀！为了纠缠我儿子，今天竟然跟踪到这儿来，还擅闯签约晚宴，竟然狗胆包天的撕毁了签约合同！你可一定要替我儿子主持公道啊！毁了签约合同？没错，傅天王，就是这个女人，只因在我求学的时候就资助了我那么一点钱，所以就一直以我女朋友自居。今天晚上更是偷偷汇入晚会现场来，在这大放厥词、撒泼打滚，更是大逆不道地撕毁了傅氏集团和我江凯的签约合同，还扬言要收回赠予我的一切。不仅如此，他还一而再、再而三地侮辱您的名讳，还摆出一副与您平起平坐的姿态，对您那是多有冒犯，多有冲撞啊！她是你的女朋友？不，傅天王，都是他一厢情愿，我和他之间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所以您今天完全不用顾及你的面子，像他这种人，请您从严处理。请您从严处理。没错，我们一再劝说，但是这个贱人却恬不知耻，狂妄至极，还说什么只要他想要，一定会亲自把帝王之墓、千年宣旨和万宝龙的签字笔亲自送到他的手里，简直是无稽之谈。此女对你如此不敬，我正准备找人狠狠地修理她呢。是的，方小姐正准备找人撕烂她的嘴，撕烂她的衣服，把她扔到垃圾桶去。呀，只是没想到您提前过来。就是让这种女人污了您的眼睛，我们真是罪孽深重。这么说来，是我来的不巧，影响你们做事傅天王息怒，我这就找人把他揪出去，省得碍了您。他们说的都是真的？确实是真的。不得不承认，你的胆子真的很大。怎么，你是不是对我更加欣赏了？你是不是疯了？
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这一个小贱人，竟然在傅天王面前卖弄风骚，真是一个爱慕虚荣的贱货呀！儿子，以后你可千万别心软啊！幸亏你跟他分得早啊，要不然今天我们可被这个贱人给连累惨了。副总裁不但是商界之巅，更是江水傅家大少爷。传闻他最讨厌无事献殷勤的人，从来没有女人敢在他面前如此轻浮。叶梦啊叶梦，你死定了！无知者无畏啊！这个贱人会为他的胡言乱语付出代价的。胡言乱语的是你的呢？你看看，傅天王是不是更加欣赏我了？说不定一会儿啊，还得跟我表白呢。贱人，谁给你的胆子，竟然敢这么跟傅天王说话？今天我就抽烂你的嘴！陈秘书，你这是做什么？谁让你疯跑？难道傅天王想亲自教训他？哎呀，完了！江凯，哎呀，这次傅天王看来是要动真格的了。一会儿你可千万别心软，替这小贱人求情哈。幸亏你们分得早啊，要不然我们今天可被这贱人给害惨了。叶梦啊叶梦，刚刚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可是你，那你就怨不得别人，都是你咎由自取。我正式宣布一下，这位就是我的合法妻子叶梦。你精心准备这3件重礼是要送给谁呀？住口！这是你能够随便碰的吗？这是蔷薇财团董事长让我准备的嫁妆。什么？蔷薇财团董事长的嫁妆？天哪，那位董事长是何等的经验绝伦，到底是什么样的男人才能入得了他的眼，甚至无锡送出这么重的嫁妆？当然是他心目中最爱的男人了。哎，话说回来，今晚上将是一个机会呀！你立刻将这3件嫁妆送往傅氏集团签约晚宴的现场。如果你能让这礼物的主人开心的话，你的未来将不可限量啊！明白了，我真的信。傅天王的妻子，穆天王怎么可能是她的丈夫？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不是做梦啊！这叶梦，她凭什么？她连我儿子都配不上，这可是傅大天王啊！这不可能！这上位天王傅景恒，怎么可能看得上这一无是处的文盲叶梦？夫人，是我来晚了。你如果来早了，我就见识不到这所谓的海城3大世家是多么的威风，我更见识不到我的前男友是多么的薄情寡义、心狠手辣。看来我夫人受委屈了。你们好大的胆子！傅天王，你是不是搞错了呀？他就是个高中还没毕业的文盲，是一个出境打黑工的贱人胚子，是一个只会卖弄风骚、浑身脏病的贱人呀！他何德何能？他凭什么能成为您的夫人呀？傅天王，您可是高高在上的9天傲龙啊！他就是地底下的烂泥，臭水沟里面的死老鼠啊！他有什么资格成为您的妻子呀？是啊，说是不是你不知廉耻啊？自荐枕席，爬上了傅天王的龙床，还以傅天王妻子的身份自诩，真是恬不知耻！杨凯，大夏最年轻的昆仑学者兼双学位博士后，是吧？是的，总裁，这位就是我们傅氏集团今年最看重的高学历人才。为了引进他，人事部门甚至开出了前所未有的9位数年薪。想不到你们对我居然这么了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没有必要再自我介绍。傅天王，我江凯愿意用我的才学、我的能力、我的信誉，甚至是我的一切来给你做保证。这个女人全身上下一无是处，不守妇道，她没有一处地方能够配得上您，哪怕她只是跟您站在一旁，那都是有辱您的身份，是吗？但是对于叶梦，我倒是要对你说声谢谢。
这就客气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不是你们分手，你将7年的感情弃之不顾，我也不会捡到一个这么好的女人，这么好的妻子。好女人，好妻子，不是傅天王，你中间肯定误会什么了。你好好看看，你看看他这副一无是处、卑贱无能、穷酸粗劣的模样啊，他哪一点跟好女人这3个字有关系呀？一无是处，卑贱无能，穷酸粗陋。江凯，这就是你眼中的我是吗？这就是我爱了7年、等了7年、付出了7年的男人是吗？你知不知道，没有我这个你口中一文不值的人，你江凯根本就不可能有今天。叶梦，这7年都是你一厢情愿的以我女朋友的身份自居，明白吗？你在利用我，给你自己脸上贴金。就算你之前为我做过什么，付出什么，那都是你自己心甘情愿的，明白吗？你看我现在马上就要飞黄腾达了，就想用这个来道德绑架我是吧？对不起，我绝不接受。没错，就你给的那几两银子，都不知道是怎么挣的。哼，我都怕脏了我儿子的手。要不是这么多年来你拖累着我儿子，我儿子现在没准发展到不可预知的高度了。哼，我拖累他，你们的自我感觉也太良好了吧？我告诉你，你能有今天，完全是因为我。完全是因为你。好，叶梦，本来有些话我已经不想跟你啰嗦了，但你既然这么不死心，那我就让你认清现实。你根本就不懂，像我这样的昆仑学者，双学位博士后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少？只有你这样的底层人，你才会觉得你那几文钱足以支撑我这样一个天才的成长。我告诉你，我光是1年的学费就要上百万美元，我一场简单的实验就要花费几百万，我一次出国的演讲需要调动各方的高校媒体，需要调动无数的人脉，我每一份勋章，我每一个荣耀，需要多少人脉，多少权势，多少金钱的积累，你知道吗？而这一切的一切，全都是靠那位大人物在资助，跟你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江凯，江凯，你还真是自信，就怕一会儿你要是知道了一切真相之后，你就会痛哭流涕，跪在我面前求饶。哎呀，臭婊子呀，你别吹了，你是越吹越上瘾呀！我实话告诉你，你在我们家江凯心里一直都是上不得台面的下人，连那最低级的保姆都不配。要不是你这个扫把星这么多年来缠着我儿子，我儿子的成就早就不可限量，又何止年薪9位数？好好好，这么看来的话，你们连年薪9位数的工作都看不上了，那就取消入职合同吧。你说取消就取消啊？你以为你是谁啊？叶梦，你果然还是不清楚现实啊！你知不知道，像我这样的高学历精英、高精尖人才，不论走到什么地方，都会有无数的集团企业向我抛来橄榄枝，失去我将会是这些企业巨大的损失。而且，富士集团和我的这份合同已经和我谈了3天3夜，所以你觉得他们可能会因为你这样一无是处的废物，取消跟我的合同？这一点我倒是不同意。如果没有贵人开口，像江博士这样的人才，我富士还真是不缺。好了，既然我夫人开口了，江博士又那么自命不凡，那这份合同就取消了吧。江凯，这不是你最希望的吗？怎么，接受不了吧？我凭什么？傅天王，傅总，难道您真的要为了这个一无是处的贱女人，取消我的合同，取消我加入富士集团？儿子，这可怎么办呀？对，1亿的年薪，就这么没了？傅总，你知不知道，你们富士集团有我加入之后将会一飞冲天，而他有什么价值，有什么资格值得你这么做？一飞冲天，江博士，你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傅天王，难道你不知道我的科研价值吗？
你们富氏集团没了我江凯，将会是天大的损失。江凯呀，江凯，事已至此，你还是这么狂妄自大。如果不是我在背后投入海量资金，找了顶级人脉帮你背书，你的研究项目根本不值一提。没错，江博士的项目确实有一些价值，但跟我夫人比起来，太低。你什么意思？我夫人随便一句提醒，便帮我保住了上百亿的项目，她的资格和能耐远远不是你这种象牙塔里的佣人可以比的。她就是一个高中都没有念完的打工妹啊！她和几百亿能扯上什么关系啊？没错，傅天王，商业事业他怎么能懂呢？他就是一个文盲，就是一个打黑工的，他就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下等人呀！如果连我的夫人都上不了台面的话，那像你们母子二人就更没资格留在这里。来人，送客。傅景恒，竟然对江博士如此不敬，居然敢私自讨个废物当老婆，是想让傅家陷入万劫不复吗？傅景恒，你明明知道你跟上京宋家大小姐宋倾城有婚约，你现在竟然找了这么一个废物东西假结婚，你考虑过后果吗？原来傅景恒说的麻烦就是苏倾城，上京宋家根本不值一提。这个麻烦，我这个当老婆的能解决。什么假结婚？啊！假结婚，原来是个冒充的呀！原来如此，傅老太君真是慧眼如炬，我们都被他骗了。这个叶梦根本就是傅天王找来的挡箭牌，假结婚的。哦，原来如此。这我说呢，我说傅天王平时这么心高气傲的一个人，怎么可能看得上连我都看不上的一个下等人？我就说嘛，咸鱼哪有那么容易就翻身的呀？啊，那丑小鸭哪有那么容易就变成白天鹅了？原来都是假的呀！奶奶，我们不是假结婚，我对叶梦是认真的。我不管你们是真相爱还是假结婚，这婚事我不同意。而且，你为了这么一个贱女人，取消江凯博士的入职，你考虑过后果吗？奶奶，江博士是有才华，但跟叶梦比起来，不值一提。闭嘴！我让你安排的事情，你都敢忤逆，你知不知道？江凯博士的入职，那是周怀山大人吩咐的。什么？江南第一世家周家家主周怀山？没错，而且周怀山可不是江南第一世家家主这么简单，他还是传说中蔷薇财团在江南九域的代言人，是蔷薇财团董事长的亲信手下，是我们傅家得罪不起的。什么？蔷薇财团？那可是全球第一的金融寡头啊！周怀山身为蔷薇财团江南九域的代言人，那身份也是绝顶之上的大人物了。竟然亲自为江先生安排工作，这周怀山跺跺脚，整个江南就要变天了。这江博士真是不得了。这说起来，周怀山身为蔷薇财团的代言人，难道他亲自为江先生安排工作，是蔷薇财团的意思？我的天哪！傅景恒，你随意取消合同，一旦周怀山怪罪下来，你觉得你一个区傅氏集团总裁可以承担后果吗？我告诉你，哪怕是我们整个傅家都要遭殃。奶奶，你放心，周怀山这里我一定会给一个合理的解释。闭嘴！江博士，我这个孙子从小被我惯坏了，不断专行，听信了这个贱女人的三言两语，对您多有不敬。我代表傅氏集团，代表海城傅家，向您道歉，还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不跟他一般见识。
还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不跟他一般见识。哎呦，老太君，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您口中的这个贱人，那可是您的亲孙儿傅景恒傅天王名正言顺的妻子。既然傅天王要因为这个贱女人打压我，那我也只能这么去办。当然了，这个后果嘛，得由你们傅家傅氏集团自负。都是因为你，还不快向江国士赔罪？老太君，对自己的孙子说话犯不着动手吧？更何况，只是取消江凯的入职合同而已，没有什么后果。就算真的有什么后果，那我叶梦一力承担。一力承担？你拿什么承担？是用你那比成天王还厚的脸皮吗？他有什么本事啊？你个假冒的还在说？你不过是我们家景恒在路边拉来假结婚当挡箭牌的一个贱人，这种场合有你说话的份吗？老太君，您别生气，您担心的周淮山根本不是问题。我说你真是越来越疯了！堂堂江南第一世家周家主，你居然说都是小问题。那我想请问，你究竟是何方神圣？你又是什么大人？周淮山在我看来确实不是问题。至于我的身份嘛，你别着急，原本我就是打算在今天把一切都告诉你。傅景恒，你看看你娶的这个丧门星啊，满口的胡言乱语，这话要是被周家主听到了，别说我们傅氏集团，就是我们整个傅家都要倒大霉。傅景恒，你清醒点好不好？赶紧去把婚给我离了。奶奶，叶梦是我妻子这一点，永远都不会。你个不孝子！奶奶，我是真没想到啊，你居然会为了一个我不要的贱女人，居然选择和自己家族为敌。傅景恒，雄主，海城商界天王，不过如此。还有你，叶梦，我不知道你给他灌了什么名，让他如此痴情于你。但是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向我证明你的价值，好让我回心转意，对吧？江凯，盲目自恋是一种病，得治。像你这种不配吗？嘴音没有太多的意义。我想告诉你的是，一个人的价值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的，而不是依附一个男人。哪怕你最终说服了傅老太君，成为了傅家大少奶奶，但是我江凯一样瞧不上你。江凯，你错了，江凯，你从来都不曾真正的了解过我，更没有资格高高在上的对我说教。你根本就不明白，你舍弃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够了，叶梦，我不是傅景恒，我不会被你的胡言乱语所蛊惑，我更不会奉你这种垃圾为女神。说实话，你现在在我眼里一点异性的吸引力都没有，甚至你都算不上一个女人，知道吗？哦，那在你江凯的眼里，什么人才是女人？我心目中唯一的女神，那就是蔷薇财团的那位传奇董事长。既然刚刚老太君提到了，那我就不再隐瞒。想必大家都听说过蔷薇财团，我江凯心目中唯一的女神就是蔷薇财团的那位传奇董事长。刚才老太君也提到了，说是周淮山老家主在背后为我说话，但其实真正欣赏我的人，正是周淮山背后的蔷薇财团董事长。什么？江先生，你没开玩笑吧？你说你认识蔷薇财团的董事长啊？那当然了，蔷薇财团的那位董事长一直资助我儿子求学呢。没错，我江凯求学多年，我的研究项目全都是董事长资助，而且他今天还会答应来晚会现场为我祝贺。所以，傅景恒，你刚才取消了我的合同，你觉得这种行为，你们傅家傅氏集团担得起？
江博士的背后，竟然是蔷薇集团的董事长大人。那位大人还要过来参加基业的签约晚会。天哪，江先生的前途真是不可限量啊！我知道，蔷薇财团回归大夏，我相信大家都想得到蔷薇财团的投资，而我江凯作为董事长最欣赏的人，我所研究的项目一定是最有希望被投资。原本我之所以在这项目加入富士集团，是因为看在海城商界天王傅景恒的面子上，但是傅景恒刚才却因为一个我不要的贱女人要取消我的合同。好啊，既然如此，那这富士集团我江凯不入也罢。天哪！如此说来，富士集团如果得到江博士，那就是直接和蔷薇集团搭上关系了。只可惜有人有眼无珠，不识真龙，这泼天的富贵都亲自把他推出门。就凭蔷薇财团的手指，只需要在手指缝里露点东西出来，就够富士集团吃个盆满钵。傅景恒、傅家，你们现在后悔来不及了。你看你干的好事，你是把我们傅家害死了。若非今日被刻意打压，被刻意针对，以我儿子这样谦逊的性格，又怎会轻易的说出事实？区区的富士集团，区区的1亿年薪，真以为我儿子看得上？叶梦，本来我今天想给你留一份面子，不想用我这层关系来打压你，但是你刚才实在是太过于自以为是，恬不知耻，居然还想通过出卖色相来跻身上流社会，你的目光还是太过于短浅，知道吗？所以你现在觉得你和我的那位女神有多大的差距？呸！你的女神是蔷薇财团的董事长啊，那她跟我也没什么区别。小姐，我听说传说中那位董事长连上京宋家都要敬畏他3分，是真的吗？何止3分，上京宋家虽为4代世家之首，但是和白手起家的世界第一金融寡头蔷薇财团比起来，不，宋家，哼，根本没资格和蔷薇财团相比。小姐到了。今天可是本小姐的大好机会，要是能抱上那一位的大腿，从今以后就飞黄腾达，语不能天了。贱人，你敢弄脏我的手，你想死吗你？叶梦，你胆大包天，奸商举世无双的蔷薇财团董事长和你没什么区别，还我江凯博士手上吐口水，妄图用你那卑贱的资金污染江博士，简直是找死！没错，你这个贱人，就算有傅景恒维护，那又怎么样？在那位传奇董事长的面前，就是个蝼蚁垃圾，口不择言，亵渎大人物。今天晚上这个签约晚宴，别想走出去！傅景恒，我命令你赶紧的跟这个贱人断绝一切关系，免得害了我富士集团，害了傅家。臭婊子！你要是现在跪地求饶的话，我儿子或许会对你网开一面；否则的话，别说蔷薇财团董事长马上会降临，就算是他在江南九域的代言人周怀山来了，你也死定了。诸位，今日之事我不会。你们的依仗跟底气，不就是蔷薇财团的董事长吗？不就是他在江南九域的代言人周怀山吗？好，我现在就把周怀山叫过来，让他把一切都告诉你们。喂，周怀山，我限你10分钟之内到达晚宴现场，收回我给予江凯的一切荣耀。另外，把给富士的1000亿投资合同给我带过来。董事长，向您汇报一下，我的女儿周思瑶已经将您的聘礼送往晚宴现场，她很快就会到了。周怀山，我限你10分钟之内到达晚宴现场，收回我给予江凯的一切荣耀。另外，把给富士的1000亿投资合同给我带过来。什么？快来人，去签约晚会现场！快！打电话给周家主，要收回我的一切荣耀啊！
叶梦，说的跟真的一样，真是可笑至极，知道吗？叶梦，你以为你装模作样就能提高自己的身价了？只可惜呀，你再怎么装也是哗众取宠，丢人现眼。希望等会儿你们失去一切之后，还能像现在一样嚣张。方姐姐，还请你的人打断他的腿丢出去。好，真是口出狂言，大言不惭。这一次我倒要看看这位傅景恒还敢不敢保护你。江南周家道。这是周家大小姐周思瑶啊！恭迎周家大小姐！恭迎周大小姐！恭迎周大小姐！久闻周小姐大名，有失远迎，还请恕罪。姓叶的，我本打算让人打断你这条腿，此事就此作罢。可是现在周大小姐来了，你的下场只会更加的凄惨。是吗？可是我怎么觉得下场凄惨不会是我？你不知死活，胆大妄为，言语诋毁董事长，诋毁周怀山家族。周怀山家族乃是蔷薇财团江南9域的代言人，而周思瑶是他最为疼爱的掌上明珠。他们两个代表的是蔷薇财团的荣耀和利益。你以为像这样的情况，周大小姐会放过你吗？叶梦，不要再强装镇定了，行吗？都这个时候了，你难道还不打算跪下吗？跪下，只怕周怀山会活活被吓死。放肆！周大小姐已经到了，周家主必定紧随其后，董事长大人也不久之后会莅临晚会现场。你居然还敢在这胡言乱语！你听着，如果你现在跪下求饶的话，或许还有一条生路；但你如果一意孤行，继续这样下去的话，这个后果你承担不了。张凯，你还是好好担心担心自己吧，只怕今晚的真相，你这辈子都承担不起。这里发生了什么？周大小姐，实在抱歉，今日是我方家工作疏漏，才混进了两只苍蝇。苍蝇？说是苍蝇也不对，应该说是一对狗男女，一个大言不惭，一个自以为是。不过您放心，此事我马上就解决。哎呀！对，周大小姐，您的父亲代掌蔷薇财团江南9域一役事务啊，您也是周家大小姐，做的是大事儿，这些小事儿就别费心了。这对狗男女敢对江博士不敬，我们马上清除。江博士，江凯，没错，这对狗男女对江博士不敬。江博士乃是大夏最年轻的昆仑学者，双学位博士后，更是那位。江博士您好，我是周家周思瑶。您好，周小姐。这周家大小姐对江博士如此恭敬。周思瑶乃是周家的大小姐，堪称江南第一公主，连她都对江博士如此恭敬。没错，我今天不是带周家而来，而是带蔷薇财团董事长而来。江博士，你要是遇到什么麻烦，可以跟我说，我一定帮你解决。周大小姐，您来的正好，确实有人刻意针对我儿子，那就是傅氏集团不断专行，蛮不讲理的毁了我儿子的入职合同。他明明知道我儿入职事宜是由你们周家出面嘱咐的，还这样做，这是对你周大小姐的大不敬，是对你周家的大不敬啊！还请周大小姐为我儿主持公道。傅景恒肆意妄为，哪怕是为了周家的颜面，周大小姐这次都不会善罢甘休。更何况江博士背后可是那位传说中的董事长。看来这海城的天要变了。傅氏集团海城傅家，确实厉害，但是跟周家比起来，可差太多了。傅景恒，江伯母可说的都是真的？确有此事。
傅景航，我看你是不识抬举。你们傅氏集团有幸成为江凯博士初入商界的垫脚石，是你们的荣幸。胆敢拒绝，我看你们傅氏集团是想破产了吗？哎呦，周小姐，这可使不得呀！周小姐，这件事情我可以解释。你不必解释，你是我的老公，从今往后，只有别人跟你解释，没有你跟别人解释。哈哈。我真没想到，这江南九域还有人敢在我周思瑶面前这么狂。你是什么人？你还没有资格知道我是什么。你爹来了还是？混蛋！你是想找死吗？严梦，不要冲动，她是周家大小姐，我们惹不起。哎，你这是在担心我啊？你放心好了。你别说是什么江南周家大小姐，就算是上京宋家你那个未婚妻，在我眼里也不过是土鸡瓦狗吧。你混账东西！你是疯了吗？你这是要害死我们傅家！你还不赶紧的给周大小姐跪下赔罪！你否则我们傅家去弄死你！傅老太君，您先别着急，周怀山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到时候闭嘴！你还在胡言乱语！呵，真是好大的口气！你得罪我不要紧，但是你不应该得罪江凯博士。就因为这样，你今天必死无疑。就连你们傅家也得跟着陪葬。周大小姐，你不是开玩笑吧？我们傅家只是取消了江凯博士的入职合同，我们罪不至死啊！一群井底之蛙，怎么能知道江凯博士的高贵呢？也罢，我先把正事给办了，让你们明白一切，再来收拾你。来人，送上嫁妆。蔷薇集团董事长夏庄到。蔷薇财团董事长赠江凯先生百达翡丽星空限量款腕表1枚，劳斯莱斯幻影1辆，万柳书院山顶别墅1套。这枚百达翡丽星空腕表是在嘉德市拍卖会上拍下，世间仅此1枚。这辆劳斯莱斯幻影是100年限定款，纯手工打造，光内饰就用了上百公斤的黄金。至于这万柳书院的山顶别墅，代表了金陵江南，是江南九域至高无上的住所。这3样东西都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了。这是真的吗？这3样东西都是给我的。这人都嫁了，这些真的是董事长给我儿子的？不用怀疑，这3件聘礼啊，乃是我爹受董事长大人吩咐亲自准备的。这聘礼啊，代表了董事长大人对您的爱意，我在这里啊，提前恭喜了。儿子，你还愣着干嘛呀？还不赶紧收了呀？这蔷薇财团的董事长竟然向你求爱了，儿子，你即将一步登天了！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啊！我知道董事长很好，但是我这几年都是跟他书信往来，连面都没有见过。没想到他今天真的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个惊喜。那还用说吗？儿子，你这么优秀，这么帅气，蔷薇财团董事长怎么说也是个女人嘛，你乃人中之龙，哼，他自然爱慕你了。儿子，你别再矜持了哈，一会儿董事长来了，你就牢牢的把他给搂住。我知道妈，别说了。傅景恒，你现在清楚了吧？想让江凯博士入职傅氏集团的不是我，也不是我父亲，而是那位身在凌云之巅，以草根之身徒手打造全球第一金融寡头蔷薇财团的传奇女王。取消合同得罪了江凯博士，这后果你傅景恒承受得起？你们傅氏集团
承受得起吗？你个不孝子啊！你是把傅家害死了。我来听你说吧，这后果你和你背后的傅氏集团都承受不起，因此你们这傅氏集团也该烟消云散。江凯博士，虽然这傅景恒有眼无珠，不识人才，那我周家便聘请你为我周氏集团研发部门首席执行官，年薪10个亿。10个亿，中！刚毕业生就是10个亿！我的天哪，我方家资产也不过才10个亿啊！周小姐竟然要用10亿年薪聘请江博士，这也太夸张了吧！一人便是豪门呐，这传说中的打工皇帝也不过如此啊！10亿！10亿！傅景恒，你以为你取消合同，我儿子就没人要了？我告诉你，是你们傅氏集团不配！周大小姐，这恐怕不太合适吧？我才刚刚毕业就年薪10个亿，江博士，您就不要推辞了。能得到您的加入啊，是我们周氏集团的荣幸。这年薪10个亿啊，是你当之无愧的。哼，如果不是你被董事长看中了，就你还10亿年薪呢，有个年薪100万，已经是祖坟冒烟了。我们接受，谢谢周大小姐，谢谢。好了，诸位，稍安勿躁。既然江博士的工作已经解决了，那有的人得为他的浅见寡识付出代价了。傅景恒，你要是现在跪下求我，我可以考虑在董事长大人面前替你求个情。只要你不要太过分了。周大小姐，有话好好说。其实这一切都怪这个贱女人，混账东西，还不赶紧给我滚过来！傅景恒，你听不懂人话吗？赶紧给江博士跪下！现在，傅景恒，周大小姐让你跪下，你听不懂吗？怎么，你还当自己是傅天王呢？我告诉你，从今以后你在海城见到我儿子，你见一次就得跟我儿子跪一次。从今天起，海城商业天王是我儿子。你们让我老公给他跪下，你们好大的狗胆啊！叶梦，你要是一直躲在这个废物后边，老娘也懒得把你给拎出来了。哼，你自己竟然敢跳出来找死，怎么活腻了？哦，你是想和这个废物一起当亡命鸳鸯？行了，叶梦，等等吧。你旁边的傅景恒，今晚过后就再也不是海城之巅，就再也不是商业天王，而你想抱他的大腿，恐怕已经是来不及了。但是我现在可以给你一个机会，如果你现在愿意下跪道歉的话，我或许可以考虑我们之前的感情，赏你一口饭吃。你们是不是以为江凯，现在的你得到周家的认可，是不是特别得意啊？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站上人生的巅峰了？告诉你，这所谓的10亿年薪，你自己觉得你配？配不配不是你说了算的，我也要告诉你，我江凯如今得到的是蔷薇财团董事长的爱慕。从今天开始，这个世界上只要我想要的东西，我都会得到。而你选的这个废物老公傅景恒，他如今连自身都难保，他想要什么都不会有。愚蠢至极而不自知。我告诉你，只有我的男人才配拥有他想要的一切。你江凯曾经有过这样的机会，但是现在永远废，你还装？装什么装？难怪江凯博士从头到尾就没看上过你，事已至此，还在这里胡言乱语、肆意妄为。像你这样的烂泥，确实永远扶不上墙。周思瑶，周家大小姐是吧？你爹都不敢这么跟我说话，你敢在这如此放肆，小心你爹一会儿来了，你这漂亮脸蛋儿放哪里？
给我快点，快点！不知道董事长大人为什么会大发雷霆，如果10分钟之内赶不到，我就死定了。董事长不但收走了江凯的一切，还给予傅景恒千亿投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死到临头还在这里狂犬飞天，我本来想收拾你一顿，扔你出去的，现在看来事情没那么简单了。周思瑶，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这么着急去送死。你能不能到此为止啊，叶梦？不要再继续在这引人发笑了，行吗？啊，你有什么资格和人家周大小姐这么说话？你哪来的底气在这大放厥词？不是，你就是为了你那么点可笑的尊严啊！你真是演得够卖力的呀！江凯，别着急嘛，等周怀山来了，你自然就知道我是不是你。你说的没错，今天晚上江南首富周怀山确实会来，但不是因为你，还有深爱我的董事长的出现，都是为了见证今天晚上独属于我的这份荣耀。今天晚上，我不希望有任何人冲撞了我的女神，那位神秘的董事长，所以我不想再计较你刚才的无知、莽撞、虚伪。现在，请你带着你的自卑还有幻想从这里给我滚出去！厅长，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机会，希望你好好珍惜，没有以后。那我是不是还得感谢你？感谢你这位10亿年薪的博人学者，双学位博士后，高谈厚实。可是如果我走了，那这晚宴还怎么吃？叶梦，你这个贱女人还真是没有自知之明哈！闹到这个程度了，江凯博士愿意既往不咎，保你周全，给你一条活路，你却不知悔改，变本加厉。呵呵，你不觉得你很可笑吗？叶梦，你醒醒吧！你该不会还以为这个傅景恒还有能力保护你，让你狐假虎威吗？我刚才说了，他现在连自身都难保。你要是不信的话，你问他，此时此刻他傅景恒还敢保你吗？那就从现在开始，我选的老婆，我来守。叶梦妮，叶梦，谢谢你。可这一切完全与你无关，包括上车送价。算了，你还是走吧，这一切应该由我自己承担。江凯，看到了吗？这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区别，这就是你跟他之间的区别。我们两个既是夫妻，自会互相扶持。你所拥有的一切荣耀，都将属于他，而你很快就会明白，你所舍弃的、瞧不上的、彻底放弃的，到底是什么？事已至此，你这个下等人还在这里不知死活的胡说八道，我给你脸了！江博士，恕我直言，董事长大人即将驾临，这种女人，你还不赶紧和她恩断义绝吗？还有1分钟，还来得及，应该来得及。儿子，周大小姐说的对呀，这个贱女人今天晚上一直在这里胡搅蛮缠，你若还对她保有善意，终究会害了你自己，也会惹得那位董事长大人不开心的呀。没错，董事长大人是想对您表达爱意，这是一个浪漫的夜晚，肯定不想看到这种垃圾在这里胡搅蛮缠。叶梦，从现在开始，你在我这已经彻底没有机会了。你我从今往后恩断义绝。好，好一个恩断义绝。算算时间，也该到了。江南首富周怀山到。天哪，周家主竟然真的来了！周
周家鲁来了，我们快上前迎接呀！恭迎周家主，恭迎周家主，恭迎周家主，恭迎周家主。周家主，为了我儿子的事儿，还麻烦您亲自来跑一趟，真是太感谢了。哦，还要感谢你替董事长准备的嫁妆，让我们倍感荣幸。倍感荣幸啊！没错，还有，刚才周大小姐替我儿子解围，还开出了10亿的年薪，聘请我儿子做周氏集团研发部的首席执行官。这恩情我们一定会铭记在心的。等我儿子成了董事长的老公，我们一定不会忘了周家的帮忙的。没错，周家主，您对我的提携之情，我江凯一辈子都不敢忘。但是我还是要冒犯的问一句，董事长他来了吗？我真的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到他，真的。对，董事长他来了吗？我们要不要去大门口恭迎一下呀？对，我们也想恭迎董事长啊！哼，既然要迎接董事长，你们这是在做什么？不好，爹似乎生气了，莫非他觉得我没把事情办好，没有在董事长驾临之前把垃圾清扫干净？叶幕这个该死的贱女人！哎呀，爹，你有所不知，都是因为一个废物下等人在这里胡搅蛮缠，搞得这签约晚宴混乱不堪的。思瑶，不要胡说八道，这里哪有什么下等人？爹，我没有胡说，就是这条死皮赖脸、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丧家之犬。这个家伙追求江博士多年而不得，就心生怨念，大闹这签约晚宴。更可恶的是，这个傅景恒仗着傅氏集团，居然和这个贱女人联手，胆大妄为地取消了江博士的入职合同。这简直就是对董事长大人的不敬。对，周家主，对不起，事情是这样的。傅景恒，你闭嘴！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爹，我正打算把这2个丧家之犬给赶出去的，你就来了。你再给我1分钟，哦不，半分钟，我一定将他们收拾得干干净净。杀伐果断，心狠手辣。周怀山，你还真是有一个好女儿啊！会长，您贵为大夏商会总会长，到底是什么人物值得您亲自解析？难不成是那位传闻中的金融寡头，蔷薇财团的那位传奇董事长？这位传奇董事长，连我都没有资格接机。而这一位同样来头也不小，她可是上京宋家大小姐宋倾城。什么？上京第一世家的继承人宋家大小姐宋倾城？传闻中她可是杀伐果断，这些年宋家在她手里更是突飞猛进。她来海城做什么？自然和我一样，为了蔷薇财团董事长而来。前些年宋家在境外投资事务，宋家险些倾覆，宋老爷子求到蔷薇财团门下，得到传奇董事长的出手相助，宋家才保住了家业，甚至令宋家更进一步。宋家老爷子重病，不久将离世，几个继承人谁能得到蔷薇董事长的认可，方能继承宋家家业。这位大小姐就是为此事而来。宋小姐，好久不见。秦会长，客气了。约见那位大人一事儿怎么样了？哦，我已经包下了海参国际大饭店，准备宴请蔷薇董事长。到时候爹也过来，我给你引荐一见。至于事情成与不成，
那就看你自己的。这我自然明白，秦老能伸手相助，倾城已知万分感激。我听说他对一个男人情有独钟，一直暗中资助这个男人求学科研。你想获得董事长的认可的话，我想这个男人可能是关键。哦，这男人是号称大夏最年轻的昆仑学者兼双学位博士后江凯。江凯，这我倒是有所耳闻。我那个未婚夫富士集团今天正好要签约一位双学位博士后，好像还给他举办了一个盛大的签约晚宴。哦，你有这层关系啊？那宋小姐，你的事情肯定很顺利的。哼，也未必很顺利。我那个未婚夫啊，一直都不想娶我。正好来都来了，咱们就去签约晚宴看看。毕竟这男人不听话嘛，总还是要给他紧紧皮，这样他才会乖乖的。这个不识好歹的贱男人，当年我用手段让富家濒临破产，可他还是不肯就范。不过只有这样自视甚高的你，才配得上我陪他好好玩玩。叶梦，我真是想不到，事到如今了，你还在装模作样，真的是无可救药了。叶梦，你这副不知死活的下等人的模样，真是令人恶心。好在我儿子已经彻底和你划清了界限，否则的话，今晚没准我们都会被你牵连。叶梦，谁给你的狗胆？竟然直呼我父亲的名讳，你是不想活了吗？来人！闭嘴！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爹，打我干什么呀？快给我让开！我明白了，周家主这是动了雷霆之怒，他这是要亲自动手解决了叶枫这个小贱人。只能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周怀山拜见叶小姐。拜见叶小姐。啊！这小叶小姐，是我听错了吗？周家主对她如此恭敬，这个叶梦，哦，他到底是什么人啊？爹，难道他是？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啊！对呀，周家主，你是不是搞错了呀？他就是一个下等人呀，就是一个在国外打黑工的打工妹，他怎么可能是什么叶小姐呢？叶小姐的身份岂是你这一个泼妇所能质疑的？母子二人有眼无珠，不识真凤。为这些年来，叶小姐对江凯的全力相助，哪里有今天所谓的大夏最年轻的双学位博士后？就连今晚签约晚宴，都是叶小姐吩咐安排的。若非如此，你们母子二人哪里能得到满场名流的敬重？你们有这个资格吗？他安排的，这怎么可能呢？这满场的名流权贵，明明都是奔着我儿子来的呀！周家主，您是在跟我开玩笑吗？我江凯走到今天都是靠着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跟他有什么关系啊？江凯靠着自己，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啊？哎，话不能这么说，江凯啊，江博士，江上，大夏最年轻的昆仑学者兼双学位博士后，本事嘛还是有的，所以我们不妨给江博士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从今天开始，取消江凯学术研究的资金投入，废除跟国际周刊的所有合作，通知下去，接下来的10几场赛事全部取消。还有，周华山，你女儿可是给了江博士10个亿的年薪必输呢。
混账东西！谁允许你自作主张？闭嘴！对不起，江先生，这份聘书取消。什么？周家主，您这是那……接下来，尊敬的江博士能走到什么样的高度，我是你。不对，董事长明明向我求爱了，甚至还带了天价的嫁妆来跟……难道这些嫁妆是你的？嫁妆原本确实属于你，可是现在你已经没有资格。我说了，今天的一切荣耀都属于我家。周华山，我让你带的投资协议呢？傅景恒先生，这是蔷薇财团千亿投资的协议，只要您签个字，这千亿投资就投入您傅氏。天哪，1000亿投资，这可是蔷薇财团回归大家的第一笔投资，1000亿大手笔呀！就落到了我们傅家头上。哦，苍天哪，我们傅家终于要飞黄腾达了！哎呀，1000亿投资，爹，这太夸张了吧？闭嘴！不孝女，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这个真是给我的？当然是给你的，收下。周华山，把这些嫁妆全部带回去。送过的东西不适合再送给我的先生，去给我准备更好的嫁妆。另外，通知下去，3天之后我会在海城举办蔷薇宴，到时候我会在蔷薇宴上向全世界介绍我的先生傅景恒。我会在蔷薇宴上向全世界介绍我的先生傅景恒。是。还不赶紧跟我回去！使不得呀！叶梦，不，叶小姐，今天所发生的所有的一切，全都是误会，都是误会呀！误会？能有什么误会啊？这儿子，你快跟叶梦好好说说呀！好好说，全都是误会啊！否则的话，我们就完了呀！所以你到底是什么人？难道你就是蔷薇财团的那位董事长？这一点重要？非常重要！如果你是的话，那我们今天就不会走到这一步。但如果你不是的话，那就别怪我。事已至此，你还是不信？原来你江凯也有不能接受的事实啊！没错，我不信，但不是因为我江凯接受不了事实，而是因为你叶梦根本不配。你浑身上下没有任何大人物的气质。什么事实？我也不信。你这个贱人是大人物，哼，我不信。好，既然你们不信，那我告诉你，我就是蔷薇财团董事长。他怎么不会的？从今天开始，你们注定要开始一段漫长的后路。叶梦，你笑话！区区一个路边捡来的垃圾，还敢自称是蔷薇财团董事长？这是什么人？好大的派头！宋大小姐，您怎么来了？我家小姐不来，还不知道你们傅家的傅景恒如此放肆。傅老太君，你是不是应该给我家小姐一个交代？宋大小姐，您息怒。什么？这就是传说中的上京第一大小姐宋家大小姐宋倾城？宋大小姐，她
她居然是宋大小姐！哎呀，和傅景恒有婚约的宋大小姐。宋天成，她就是宋家大小姐宋天成，果然名不虚传。傅景恒，我的未婚夫，好久不见啊！听说你找了个假妻子，这是怎么回事？宋倾城，我告诉你，叶梦，她可是蔷薇财团董事长，我们俩是真夫妻，她是我的合法妻子，你没死心。傅景恒，你拿我当傻子呢？你身边这个上不了台面的女人，你说她是你合法的妻子，还说她是蔷薇财团董事长，你开什么玩笑？你傅景恒，所谓的海城商业天王，哼，以为随便拉来这样一个西贝货当挡箭牌，我宋倾城就会取消婚约？是宋大小姐，宋大小姐是吧？你刚才说什么？你说她是假的？没错，他这样一个废物，怎么可能是高高在上的蔷薇财团董事长？傅景恒，你为了摆脱我，居然随便捡个女人就假结婚，哼！还为了取信众人，竟然让他假冒蔷薇财团董事长，你真是放肆！可是周怀山周家主，他对叶梦那是恭恭敬敬的呀。是呀，如果他不是董事长，周家主又怎么会对他如此毕恭毕敬？他周怀山自诩是蔷薇财团江南酒域的代言人，哼！可我得到确切消息，3日后，蔷薇财团将举办蔷薇宴，届时那位传奇董事长将莅临海城。所以说，这能够证明他周怀山说的乃是假话。等等，宋小姐，您的意思是，周怀山一直在和这个废物在演戏，对吗？没错，这周家主真是老糊涂了，为了这样一个女人，竟然敢假借蔷薇财团董事长的名，真是不要命！可是这叶梦和周怀山又是什么关系？还能是什么关系？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呗。这个周怀山为了这个女人，竟然拿出了1000亿投资，为了小情人还真是舍得呀。蔷薇财团的1000亿投资，哪是他周怀山能做的，纯粹是装模作样。傅景恒，我真是没想到呀，周怀山那样的老东西玩剩下的，你也不嫌弃，你还真是饥不择食。宋倾城，你对我跟我的男人出言不逊，言语侮辱，你是想死吗？我想死？叶梦是吧？刚刚在路上无聊，我看了会儿你的资料。7年前因为打黑工出国，如今江博士毕业，你就屁颠屁颠的跑回来，想抱他大腿，却被甩了。哼！然后和傅景恒假结婚，你是在做白日梦是吧？想要弄假成真，哼！做总裁夫人，你不配。我们宋家乃是上京4大家族之首，而这位乃是宋家大小姐，宋家最有力的继承者之一。既然我家小姐看上你了，那你们2个的婚约就永远不可能取消。至于某些贱女人，还是别做梦了。宋倾城，你不要那么自以为是，你真以为我傅景恒可以任你拿捏吗？你的底气不就是周怀山吗？很可惜，我家小姐这次来是为了得到蔷薇财团董事长的认可，然后执掌上京宋家。到时候区一个江南周家，区一个周怀山，算个屁！他周怀山假借蔷薇财团的名义肆意妄为，等进了董事长，我定然会告他一状。哼，区江南第一世家，在我宋倾城眼中土鸡瓦坊，而你们傅家或许在江南还有几分面子，但在我眼里啊，跟蝼蚁没有任何区别。不信你问问你奶奶，看她见了我宋倾城要不要低头？宋大小姐，这都是我们傅家的错，您别生气啊，我一定会劝好景恒的。傅景恒，傅家见了我要低头，
你一样也要低头。在这偌大的海城，不是在整个大夏，我宋倾城既然看上你，傅家救不了你，傅氏集团救不了你，你身边这位所谓的妻子也同样救不了你。你只能属于我，乖乖做我的男人，我的软饭很好吃。宋倾城，让我的老婆做你的男人，你问过我的意见吗？都到了这个地步，你还是没有搞清楚啊！难怪江博士从头到尾都看不上你。你这个身份，别说是站在他身边，就算是跟他共处一室，都对他是一种侮辱。上京宋家宋倾城理过江博士，此处太过低级，不配与江博士您的身份相提并论，可否借一步说话？宋小姐，你我毕竟初次见面，依我看借一步就不必了。有什么话，不妨就在此处说吧。爽快，那我就有话直说了。听闻江博士是大夏最年轻的双学位博士后，我上京宋家愿以30%股份和汇龙庄园为礼，恭请江博士入职宋家。那汇龙庄园更是号称上京第一豪宅，是上京绝无仅有的几处豪宅之一呀！后来，更为关键的是入职上京宋家，手持30%股份，江博士直接造就了一个豪门呐！什么叫一步登天？这才是真真正正的一步登天呐汇龙庄园30%的股份。宋大小姐，您刚才说什么？我没听错吧？我今夜只为江博士而来，您没听错。我儿出息了，江家出笼了！妈，宋小姐无缘无故开出这么高的筹码，想必也是另有所图。江博士说笑了，我自然是仰慕您作为大夏最年轻的双学位博士后。不过3日后，我希望您能在蔷薇宴上，为我在那位传奇董事长面前多多美言。你知道我和董事长的关系？我和大夏商会总会长秦汉书老先生有缘，我从他那儿得知，蔷薇财团董事长对您颇有照顾，您是他在大夏最看重的人，所以希望您能替我多多美言。原来如此，感谢宋小姐为我解惑。我就说嘛，董事长怎么可能会对我这么无情？我早就知道你根本就是假的。而真正的董事长将会出现在3日后的蔷薇晚宴，届时也是我江凯一飞冲天的时候。你们两个还真是有意思啊！好，3天之后的蔷薇宴上一定会非常有趣。傅景恒，看到了吗？这就是你选择的女人，在被我揭穿之后还在这装模作样，真的是可怜又可笑。而外人都说你傅景恒是海城商业天王，可今日一见，在我眼里，你这眼光真的是奇差无比。叶梦啊叶梦，我告诉你，我江凯会一步一步的走向云顶，而你终究只能在这底层里发烂发臭，永远都不可能和我站在一起。妈，我们走吧。傅老太君，蔷薇宴前，我需要你把该处理的垃圾都处理干净，别脏了我的手。傅景恒，我的未婚夫，我们蔷薇宴上见。有意思，那就蔷薇宴上见了。董事长，大夏商会总会长秦汉书在海城国际大酒店设宴，他说想要宴请您。这秦会长在大夏商界的地位是万人之上，他设宴，我要是不去，倒是显得咱们蔷薇财团太高高在上了。就去看看吧。是，秦会长听说我们要举办蔷薇宴，他说他想要帮我们承办，您看也好，就卖他个人情，答应他吧。
哎，副家主，秦会长。哎，对，是我呀。今天晚上7点在海城那个大酒店，我要设宴款待蔷薇财团的董事长，到时候你也跟着一块儿来。多谢秦会长给我们傅家这个机会。哎呀，也不是什么机会，你家傅景恒和那个宋倾城有婚约嘛，我也答应宋小姐替他引荐董事长。哎，你是傅景恒的奶奶，理应到场啊！好，我们晚上见。原来秦会长还不知道昨晚发生的事儿，宋倾城居然真的搭上了那位董事长。叶梦这个废物真是害人不浅。不行，一定要让景恒和他断绝一切关系。喂，叶梦是吗？今晚6点半，在海城国际大酒店见，你必须来。董事长，傅家的老太婆竟然敢对你如此不敬，我这就去给她一个教训。不必了，既然景恒的奶奶想要见我，那就见见吧。我倒是很期待今天晚上的会议。江博士，今夜大夏商会总会长秦汉书特意包下了这座7星级酒店，只为宴请蔷薇财团那位传奇董事长。等会儿见了董事长，你一定要替我多美言几句。我宋倾城，我们上京宋家一定会永远记得您这份人情。儿子，这个董事长肯定还不知道昨天晚上你受了多大的委屈呢。今天晚上你一定要好好的跟董事长说说，让董事长大人替我们做主，让那个周怀山和叶梦死无葬身之地。叶梦，你怎么在这儿呢？这是你能来的地方吗？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来这里乱逛！你不知道今夜秦会长专门为传奇董事长所举办的晚宴吗？你一个底层的下等人，有什么资格来这种地方？我是应邀而来。叶梦，你能不能不要在这胡言乱语了？跟踪我就直接承认不行吗？叶梦是吧？看在你是下等人的份上，我好心提醒你几句：乌鸡永远是乌鸡，但飞不上枝头，也变不成凤凰。这个时间点应该快到了。上京宋家大小姐宋倾城是吧？既然你这么好心，那我也提醒你一句：咸鱼就算翻身了，也依旧是咸鱼。你现在最应该做的，不是在这耀武扬威，而是好好想想自己的后路。我的后路？哼！你这个贱人在说什么？我说，你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得到蔷薇财团董事长的认可，也就意味着斗不过你的兄弟姐妹。所以3天之后，你将失去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沦为你自己最看不起的底层人。你个废物居然在这里指点江山！江博士、伯母，你们都听到了吧？他说我3天之后会失去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沦为底层人。叶梦，事到如今了，你还在嘴硬？不是，你就真的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吗？没有自知之明的人是你，江凯。儿子，你别跟这废物浪费口舌了，你说再多一点用都没有。叶梦，我再最后问你一遍，你到底滚不滚？该滚的人是你们。叶梦，混账！今晚让你过来，是有件事想跟你说清楚，不是让你跟宋大小姐起冲突的。傅老太君，有什么事儿不妨直说。你确定在这里说？但说无妨。好，年轻人，我虽然不知道你和我们家景恒为什么能在一起，但是
不管你们是真结婚还是假结婚，你都配不上他。傅老太君，如果连我都配不上傅景恒的话，什么人能配上他？总不能是这位一心一意只想跪舔蔷薇财团的宋家大小姐。叶梦，你放肆！你现在天真到以为自己有资格去跟人家宋小姐相提并论了吗？你配吗？没错，傅老太君都已经告诉你了，你配不上傅景恒，你还在这恬不知耻的大言不惭。叶梦，你到现在还弄不清楚吗？景恒之所以会和你假结婚，只是为了逃避和我的婚约罢了。可是他逃得掉吗？或许他现在会不甘心，但是啊，人总是现实的。我相信不久后他就会明白，他想要的权势、地位、财富，只有我能给他。而你叶梦，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仅仅是一个笑话。你们都错了，你还有你们都错了。财富、权势、地位，对于我而言，或许。至于宋倾城嘛，他本就没有资格跟我相提并论。过去不，现在不。至于将来嘛，我差点都忘了。宋倾城没有将来。大言不惭！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不过就是一个贪图我傅家富贵的一个贱货，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下等人。我不跟你废话，今晚过后，你若再出现在景恒面前，我就对你不客气。傅家主，董事长马上就到了，我限你1分钟内去大门口迎接。是。我现在要迎接蔷薇财团的董事长，没时间跟你废话。等我回来，你还在这儿后果自负。我最后再提醒你一次，你现在走还来得及，别等到时候一切不可收拾的时候就晚了。自以为是，愚不可及。你怎么搞的？董事长已经到顶楼了，还不快点上来？董事长已经到了。刚刚没有人来呀？是啊，难不成是叶梦他？傅老太君啊，我跟你说哈，任何人都可能是蔷薇财团的董事长，唯独这个叶梦不可能。如果他有这种本事，又何必在我们面前做天做事呢？那咱们赶紧上去吧。走。大夏商会总会长李过董事长。景会长，有话不妨直说。不知此次蔷薇宴上，董事长是否有看好的合作企业啊？我倒是觉得傅氏集团很有钱。对，傅氏集团确实不错。傅景恒天资卓越，5年前傅家摇摇欲坠，就是靠他撑起了一片天。属下明白董事长的意思，我一定配合周淮山做好安排。另外还有事儿？今夜我还邀请了傅景恒的奶奶和他的未婚妻前来拜访。您看，未婚妻？江博士，我们4人中，您最得那位传奇董事长的看重。一会儿，还请您务必要对宋家、为傅家多多美言。儿子，一会儿你见了那位美女董事长，一定要好好的表现。如果她能看上你，那我们家可一飞冲天了。你放心吧，妈，只要我能见到董事长本人，我就能够赢下他的信心。对，她是宋家大小姐宋倾城，便是傅氏集团傅景恒的未婚妻。
哎呀，他们多半是想来拜访你。除此之外，江博士也要来。秦会长倒是挺会替我安排的嘛。不敢啊，老朽僭越了，僭越了。有些人现在没资格见我，有些惊喜，我准备留到蔷薇宴上。秦会长，可不要破坏我的雅兴啊！不敢，万万不敢。行了，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董事长，这是蔷薇宴上专属您的邀请函，此乃主奉贴，代表此次昆仑高位全座，代表全场至高无上的地位，全场仅此一张。行，我收下了。蔷薇宴上见。好，请。原来是你们啊！我还以为董事长又回来了呢。秦会长，你的意思是董事长现在已经离开了？你们来晚了一步，董事长刚刚离开。或许你们没有碰见是件好事儿，我感觉董事长对今天的安排不满意。他说什么惊喜要在蔷薇宴上。哎呀，我明白了，这么多年来，董事长大人都没有见江凯，有怎么可能轻易和我儿子相见呢？董事长大人肯定是想在蔷薇宴上，在那种完美的时间地点和我儿子正式相见。没准董事长大人是想跟我儿子求婚的。儿子呀，你到时候千万别辜负了董事长大人的一片心意呀！江博士，看来秦会长现在在董事长面前也未必说得上话了。那就此次全靠您了。如果我一旦得到董事长的帮助，我会按照约定赠送你我们上京宋家30%股份。放心吧，宋小姐，既然你我之前有了约定，那江凯一定会兑现成功。哦，对了，江博士、宋小姐，这是此次蔷薇宴上的威尔邀请函神奉贴，到时候你们就拿着这个邀请函来参加蔷薇宴。我跟你说，全场只有2张。叶梦啊，叶梦，你终其一生也无法得到这样的待遇。你和我终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大叔，出现的这么巧，这是要跟我搞浪漫偶遇啊？我一个合法丈夫接我的妻子不行啊？有事说事吧，按照约定，只要我们还是合约夫妻，我就可以一直保护你。保护我？我身上的麻烦有多大，想必你很清楚。叶梦，这种时候，你最好还是保护好你自己。如果你口中所说的那些超级大麻烦是指今天晚上在海城国际大酒店的阿猫阿狗，那我确信我有这个本事保护你。口气不小。这个给你吧。这是3日后，海城凌云阁会举办一场蔷薇宴。据说这场宴会上，蔷薇财团会选出大夏境内唯一的合作商。现在，江南9域的所有豪门世家企业集团都汇聚在海城，抢夺入场权。这个就是蔷薇宴的入场凭证——真凤帖。这你都能拿到，看来你其实很有实力啊。并非如此，蔷薇宴的请帖一共分为4种，分别是雏凤帖、真凤帖、神凤帖，还有左凤帖。左凤帖是蔷薇财团那位传奇董事长的专属，而神凤帖则属于现场
最有权势的2位来宾。这个真凤帖虽然是第3级，可仅仅只有18张，用到真凤帖已经是我能力的极限了。无法取得真凤帖，我深表遗憾，但我将这个转赠给你。我希望你能陪我一起参加这场关乎我前途命运的盛典。你确定要这么做？我当然确定，你毕竟是我的合法妻子，是我傅景恒的女人。如果我手持着真凤帖，以你傅景恒合法妻子的身份陪同你一起参加这场蔷薇宴，是不是就意味着从那一刻开始，你我已经结婚的事情就已经变成不争的事实了？怎么，你怕了？害怕倒是不至于，你既然特地来邀请我参加这场蔷薇宴，迫不及待地想要将你我2人的关系宣之于众，那就说明是因为宋倾城这个麻烦，对吗？你也可以这么认为。其实我一直都很好奇，你跟宋倾城为什么会有这一场婚约？以宋倾城的身份地位而言，他想要男人，什么类型的找不到？为什么要执着于你？因为宋家的局面现在也很紧张。宋倾城如果想碾压他的兄弟姐妹，就必须获得这位传奇董事长的鼎力支持。可说实话，如果是完整的宋家，这位董事长或许还看得上，仅仅是一个宋倾城，远远不够资格。但是我傅氏的传统能源项目却得到了蔷薇财团的看重，所以宋倾城如果跟我结婚，就等于他也得到了傅氏的资源，也等于得到了蔷薇财团的看重。这样的话，即使这位董事长没有为他站台，他或许也可以凭借这个真正上位。所以对于宋倾城而言，这场婚约他不会放弃，也不能放弃。为了继续婚约，他一定会不择手段。那你又怎么能确信我以你的合法妻子的身份出现在蔷薇宴上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也不能确信，但我愿意跟你进行一场豪赌。江凯应该很明确地告诉过你，我是一个高中都没有毕业的文盲，是一个在境外洗碗的打工妹。你跟我这样的人豪赌，赌局还没开始呢，你已经输了一半了。如果没有你，我连上赌注的资格都没有。不得不承认，我很欣赏你这样的坦诚。好吧，既然我的合法丈夫有这个要求，那我没有理由拒绝。走吧。蔷薇宴上不见不散。不见不散。这个上面是什么意思？怎么3个位置？这最中间的位置，毋庸置疑是属于手持祖凤帖的那位传奇董事长，而另外那2个位置属于手持神凤帖的2位大人物。没错，据说能坐在那2个位置上的，都是江南地界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大人物，而只有这样的人物，才能得到那位传奇董事长的重视。也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坐上这2个位置。大夏最年轻的双学位博士后江凯先生肯定有这个资格。江凯，就他也配？叶梦，我看你可真是胆大包天，混入江凯的签约晚宴也就算了，今天你居然有胆量来到蔷薇宴的现场，你是真的觉得没有人能奈何得了你是吗？叶梦，你还是真不知死活，忘了那天我跟你说的话了吗？蔷薇宴乃是大夏总商会为蔷薇集团举办的，我在这儿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今晚不但是我的准儿媳蔷薇财团董事长在这里举办蔷薇宴的重要日子，更是他向我儿求婚给我儿惊喜的大好日子。而你一个破坏我儿签约宴的罪人，你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是你儿子没本事不争气，别人不要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至于我有没有资格在这儿，
跟你也没有半毛钱关系。至于你说的蔷薇财团董事长向江凯求婚一事，我劝你啊，还是不要有太多的期待，毕竟这跟白日做梦没什么区别。切，叶梦，江先生可是今晚蔷薇宴最重要的嘉宾之一，你这态度如此嚣张，真以为我们奈何不了你吗？在我看来，你们确实奈何不了我，否则就不会在这儿泼妇骂街。叶梦，你自己找死，我也没办法。来人呐！我怀疑这个贱女人没有资格参加今天的晚宴，而且她擅闯蔷薇宴现场，赶紧把她给我拖出去！慢着，你们怎么就确定我没有资格在这儿呢？今晚的蔷薇宴有没有资格参加，看的是个人身份是不是能得到蔷薇财团的认可，看的是个人的资产是不是能够达到亿万富豪的入门槛。就你叶梦一个想攀附于我富家而不得的贱女人，就你就连最低等的雏凤帖你都没有资格拿到，是吗？那这是什么？什么？这是第3等级的真凤帖？你这个贱人怎么可能有资格手持真凤帖呢？这怎么可能？莫非他有什么了不起的身份？小姐，对不起，是我们误会了，您的真凤帖准确无误。现在，关于我有没有资格在这儿，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吗？叶梦，你现在真是让我失望透顶。事到如今了，还认不清自己现在的身份。你手中这张真凤帖，不用你说我也知道，是傅景恒的，对吧？你以为你手持傅景恒的真凤帖，就是你参加蔷薇晚宴的资格和底气吗？不，你只是在狐假虎威。我告诉你，你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即便你今天出现在这蔷薇晚宴，也掩盖不了你身份低贱的事实。当然了，你来蔷薇晚宴也是有好处。等你待会儿见识过这名流汇集的蔷薇晚宴之后，你就会清楚地认识到你和我之间身份地位的差距会有多明显，这样也能间接地帮你认清自己。从头到尾，从始至终认不清楚自己的人是你们，是你们这对恬不知耻的母子。出现在这种场合，跟所谓的大人物喝喝酒说说话，你以为你就成功了吗？你以为你就有在我面前大言不惭的资格了吗？当你真正认清楚自己不属于这里的时候，我希望你还是能像现在一样淡定。好一张伶牙俐齿啊！不过你在这逞口舌之能有什么意义呢？今天这蔷薇晚宴，我江凯是最重要的主角之一。你呢？你只不过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所以你说再多的空话、大话，说的再好听、再动听，有什么用呢？那都是水中镜中花。叶梦，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有点自知之明？没有自知之明的，从来都不是。而是你，江凯。抱歉，是我来晚了。没关系，好戏才刚刚开始呢，来得正好。傅景恒，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这几天我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你要赶紧的跟这个贱女人离婚分开，你不但不听，还把真凤帖给了她。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是跟傅家过不去？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是跟宋倾城过不去？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是对蔷薇财团那位传奇董事长的大不敬？傅景恒，这张真凤帖意味着什么？我想你应该很清楚。这真凤帖今天全场仅有18张，所持有者不是商业大亨，那就是世家二代。我不管你傅景恒是用什么样的办法拿到这张真凤帖，
但是你千不该万不该把这么重要的东西对这样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这样做，你有想过后果？江凯，叶梦是我的妻子，她轮不到你说三道四。傅景恒，知不知道你和这废物领证就是为了结婚？你当我们全是瞎子，都看不出来吗？假戏为什么不能真做？和叶梦结婚的这几天，我感到心情都有点开心和放松。我觉得他就应该是个人。所以今天我还要感谢张先生，如果不是你大方放手，我也不会有这么完美的妻子。傅景恒，你够了没有？你知不知道现在是个什么场合啊？我知道你不愿意联姻，我知道你不愿意娶宋倾城，但是你也不能一直拿这个贱女人来恶心我们吧？奶奶，如果您还觉得我娶叶梦是为了恶心你的话，我只能说，怪不得爷爷去世后，傅氏在您的掌控下切磋顺利。我这个人你知道的，没有把握的事情，我不可能做。我既然敢娶叶梦，我就有信心面对一切挑战。冥顽不灵，冥顽不灵！我们傅家传承多年，就要败在你这个不孝子手里了。老太君，容我提醒你一句：若这些年没有傅景恒横空出世，一晚傅家颓废之势，傅家早就没有了。你若是把这样的傅景恒推给别人，那你才是摧毁傅氏的罪魁祸首。你自己有眼无珠，怪不得别人。好了，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我们先入座了。毕竟今天傅氏集团还要尝试争夺蔷薇财团大厦境内每一合作方的资格，是呗？等等，傅总，我不知道这个女人究竟为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让你如此痴情。但是我想告诉你，我和这个女人在一起7年，她是什么样子，我比在场的诸位都清楚。而你，说实话，你是我曾经的偶像，更是海城商业的天骄。你就算是不想娶宋倾城，你也没必要去娶一个我玩剩下的女人啊，傅总。江凯，你这么说话，良心不会痛吗？不好意思啊，我忘记了，你根本就没有良心。叶梦，不管你承不承认，你接不接受，我都要坦率地跟你说一句，在我这样的精英眼中，你就是你把戏。不好意思啊，这话可能有点难听，但这就是你在我眼中最真实的。江凯，我不想旧事重提，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这7年来，是我照顾你、资助你、为你铺路、为你搭桥，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小心翼翼的。我生怕被你发现，生怕影响你脆弱而又敏感的自尊心。然而从始至终，你都把我当作垃圾。你一边花着我的钱，一边要因为自己有所成就而就看不起我。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了呢，叶梦啊？能不能被别人尊重，靠的是自己，而不是靠别人来施舍，你明白吗？你说你要学历，你高中都没有毕业；你要事业，你在境外打黑工；你要身份没身份，要地位没地位，你能帮我什么？说实话，你现在已经沦落到靠你这张脸去取悦男人上位，出卖色相，所以你觉得这样的你有什么资格让我来尊重你呢？你配吗？江凯，我知道你对叶梦有过有感觉，但她现在是我的老婆，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就凭你没有资格秀我。傅景恒，你是不是以为今恒在这样的场合称这个女人为你的妻子，你叫我宋倾城置于何地？你的傅氏集团和傅家是想要灰飞烟灭了是吗？宋倾城，我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不要。宋倾城，宋大小姐，我老公对外表明我合法妻子的身份，有什么问题吗？问题当然有。你身边这位傅景恒是我们家小姐的未婚夫，他的专属物品。他现在背叛我家小姐，和你这个废物结婚，这也就是大逆不道，罪无可恕。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我们大夏，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傅景恒他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物品，他有权利跟资格选择自己的婚姻对象，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包括这位不知道所谓真假的未婚妻。放肆！你竟然敢这么跟我家小姐说话！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玉林，今夜是蔷薇宴，是蔷薇财团那位传奇董事长所举办的，不可放肆。至于你，没有资格同我对话。傅景恒，今夜蔷薇宴过后，我需要你给我一个交代，否则你们的傅氏集团跟傅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这是海城国际大酒店总统套房的房卡，记得洗干净点儿，免得我家小姐嫌脏。宋倾城，你觉得我会去吗？我宋倾城从来不喜欢干强人所难的事儿。不过呢，我有必要提醒你一句，在今夜我得到董事长的认可后，我将是宋家真正的掌舵者。哼，到时候灭你们傅氏集团和你们傅家，不过是我动动嘴皮子的事儿。人嘛，总是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的，对吗，傅景芳？你要是这么说的话，你确实需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我没理解错的话，你这个废物是在威胁我吗？我倒是不明白了，一个连进入蔷薇宴都需要靠别人的人，哪来的底气威胁我？靠他？傅景恒，你或许不知道，你能拿到这真凤帖，进入这蔷薇宴，无非就是你家傅老太君去大夏商会总会长秦汉书面前苦苦哀求。哼，若非是我的面子，秦会长不可能给你们家真凤帖。而现在你们拿着这真凤帖到我面前来耀武扬威，怎么是觉得可以随时脱离我的掌控了是吗？你不要太天真了，傅景恒。还有你叶梦，不但没有资格做我的对手，就连入我的眼啊都不配。宋大小姐说的没错，傅景恒，你还真的以为区区一个傅氏集团就能获得蔷薇财团的看重，就能得到18张之一的真凤帖？我告诉你，我们傅家今天能到这儿，全是因为宋大小姐。至于你，还没有认清自己的身份吗？下等人永远是下等人，就算咸鱼翻身，依旧是条咸鱼。你呀，永远都赶不上我儿子的脚步，哪怕你出卖尊严，去当男人的玩物。听到了吗，叶梦？现在你应该认清现实了吧？你这样的人，永远不可能步上流社会，永远只能在底层的臭水沟里发烂发臭。所以我现在请你麻溜的从这儿滚出去，不要脏了这蔷薇晚宴。出卖色相，靠男人混进来的贱女，给我滚出去！恶心人的东西，还不快给我滚出去啊！一个没资格出现在上流社会的人，你给我马上滚出去！没错，给我们滚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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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景恒，你听到了吗？他这样的人啊，是没有资格出现在我们上流世界的，他根本没有立身之地。宋倾城，你不要太过分了。我过分？我倒是觉得我挺好的呀，我这不是免费给他上了一课吗？免得他以后丢人现眼。你说够了没？宋倾城，说到底不就一句话吗？想让我离开这儿，对吗？我的意思呀，是让你滚出去。当然，文明一点是请你离开。想让我离开可以，不过我离开以后所造成的后果，你宋倾城所谓的地位身份承担不起。叶梦，你到底还要疯到什么时候？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还在这大言不惭。叶梦是吧？看来你还不太清楚我，那我重新给你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宋倾城，来自上京4大家族之首宋家。我此刻站在这儿，就代表我是上京4大家族之首，大夏世家之巅峰。以我的身份，把你这种废物扫地出门，没资格吗？你宋倾城当然没有这个资格，在今晚的蔷薇宴上，无人能够与他比肩。在这蔷薇宴上，他就是最大的好。你们好大的胆子，竟然想要叶小姐扫地出门！叶小姐，我一时来迟，让您受阻，请您走。无妨。周怀山，你想要干什么？宋倾城，你又想干什么？她一个靠男人上位的女人，身份低贱，出身卑微，
胆大妄为的来到这蔷薇宴上，还大言不惭，自以为是。你周怀山不会是想要给他撑腰吧？哼，签约晚宴的账我还没和你算，等会儿董事长来了，我要把你做的那些事情一一禀明给他，到时候我看看你还能不能做蔷薇财团江南酒的代言人。而失去了这个身份，你周怀山在我宋倾城面前又算是个什么东西？宋倾城，你都说了，我现在仍然是蔷薇财团江南酒业的代言人，那么此时此刻，在我的眼里，你又算什么东西？周怀山，哼！既然你大言不惭、冥顽不灵的想要保这个废物，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资格。宋小姐，小妖精，跟他们费什么话呀？不管是他傅景恒也好，还是周怀山也罢，他们之所以敢一而再、再而三的和我们作对，无非就是觉得他们有这个资格和我们平起平坐。可是您冷静下来仔细想一想，他们配也对，是我刚刚疏忽了。以你我二人今夜在这蔷薇宴上的资格，自然是不需要跟他们斤斤计较。江博士，请。请。想不到蔷薇宴唯二的神凤帖，竟然在江博士和宋小姐的手上。江博士也就罢了，传闻今晚的蔷薇宴就是为他而开，可这宋小姐倒是出人意料。在场的有这么多的名流之后世家家主，却只有宋大小姐拿到了这唯二的神凤帖，这足以说明她已经得到了那位传奇董事长的认可。那看来周怀山、傅景恒还有那个叶梦，他们都完了。周怀山，你现在还想要保住这个废物吗？你最多也就手持真凤帖，而你所谓的真凤帖，在我们的神凤帖面前没有意义。这怎么可能？神凤帖怎么会出现在你的手里？怎么不可能？我宋倾城得董事长的认可很难吗？哼，董事长未来丈夫江凯博士对我十分看好，得他认可，自然也就得董事长认可。他是董事长未来的丈夫？当然。而你周怀山对江博士不敬，你马上就要失去代言人这个身份。唉，到了那个时候，墙倒众人推，树倒猢狲散。为了庇护这个女人，落得如此下场，你后悔吗？董事长未来的丈夫对你十分看好，我将失去代言人的位置。宋倾城，我奉劝你一句，你赶紧从那里给我滚下来！你没有资格坐在那里。周怀山，我劝你适可而止啊！周家主，我念你曾经帮我入职傅氏集团的份上，刚才你的莽撞和不敬，我可以不跟你计较。但是，你旁边这个贱女，她今天必须从这晚宴上滚出去，她没有资格继续留在这儿。诸位，今天我以我手中的神凤帖权限宣布，将叶梦手中的真凤帖作废。没错，我赋予江博士将他手中的真凤帖作废。作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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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简直是不知好歹！哼，周怀山，今夜蔷薇宴除董事长以外，唯江博士为尊。既然江博士号召我等，那么我们就要废除他的真凤帖。现在你手里的真凤帖已经是废纸一张了，你可以利落的滚出去了。宋倾城，按照蔷薇宴的规则，你手持神凤帖想要废掉我手中的真凤帖可以，但是你弄错了一点。从一开始，我对真凤帖所代表的三等位置没有进去。从一开始，我的位置就在这蔷薇宴中全场最高的位置。叶梦，你是说今晚我们的位置在那儿？没错，今晚我们就坐在这全场最独一无二的位置。大言不惭，那可是今晚蔷薇宴至高无上的蔷薇首座，岂是你这种废物可以觊觎的？蔷薇首座，全场至高，
代表的是横压全场众名流、众世家之上的地位。你以为你是谁？也敢说你要坐在那儿？蔷薇首座本就是为我而来，可以这么说，我在哪儿，蔷薇首座就在哪儿。放肆！现在真的是不可理喻，不知死活。你知不知道这蔷薇首座那是为手持祖凤帖的至高存在而准备的，而这祖凤帖那更是由大夏商会总会长秦汉书先生亲手发放。所以你觉得你有什么资格拥有祖凤帖？你有什么资格坐在这蔷薇首座？在你江凯眼中，我连这点本事都没有，是吗？你再继续口无遮拦的话，今天连我都救不了，明白吗？长了一张嘴就知道胡言乱语，傅景恒怎么会娶你这样的人当妻子？祖凤帖什么样？你恐怕没有见过吧？这废物啊，永远都是废物，总幻想着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瞧你那煞有介事的模样，有本事你把那祖凤帖拿出来呀！好啊，既然你们对这祖凤帖这么感兴趣，那我就拿出来给你们试试。啊，祖凤帖，这怎么可能？这个东西怎么会在这个废物手上？哎呦，做梦，我肯定是在做梦。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叶梦是个什么样的后嗣，我最清楚不过。他怎么可能会拥有祖凤帖？没错，纵观大夏，祖凤帖只有那位传奇董事长才能拥有，而你又算是什么东西？宋清城，有一点你倒是说到点子上了。纵观大夏，唯有蔷薇财团那位传奇董事长才有资格持着祖凤帖。而我叶梦恰好有这个资格。叶梦，你是不是疯了啊？今天什么样的场合，你在这冒充董事长，你有几条命够死吗？你这个贱人，这里是蔷薇宴，你还快滚下去！宋清城，邢会长，您来的正好。这有个废物正在冒充蔷薇财团的董事长，这是不给您面子，蔷薇财团面子，不给那位董事长的面子。倾城愿意出手，把那个废物够了。叶梦啊，叶梦，本来我想着凭借咱们7年的夫妻感情的关系，今天我想拉你一把，但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肆意妄为，那就不要怪我翻脸无情了。你待会儿最好不要对你说过的话后悔。秦会长，不好意思，叶梦是我的妻子，希望您看我的面子上，不要为难她。死到临头了，幻想自己是那位传奇董事长是吗？叶梦，我告诉你，你连他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你跟他之间的差距犹如天堑，你和他根本就无法。江凯，闭嘴！秦会长，您别着急，我现在就帮你处理掉这个肆意妄为的贱女人。来人！叫你弟弟，你听不懂吗？大夏商会总会长秦汉书恭请董事长入座。蔷薇财团江南酒域代言人周怀山，恭请董事长入座。恭请董事长入座。董事长，他真的是董事长？这怎么可能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怎么可能是蔷薇财团董事长呢？绝对不可能！他怎么可能？所以你真的是蔷薇财团的董事长？
是那位草人抽身，一己之力，徒手打造成世界首屈一指的金融寡头的传奇董事长。这一点很重要吗？当然重要。如果你早点告诉我你的身份，我就不会和你提分手，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你就会相信吗？我告诉你，这些年来一直是我在鼎力支持你，你会信吗？我告诉你，你就是蔷薇财团背后的那位神秘董事长，你会信吗？我告诉你今天的真相，你这辈子都无法承担。你现在信了吗？叶梦，我们在一起7年，你从未相信过我，也从未看得起我。不是这样的，我只是……你只是想要无上的地位、无上的权利、无尽的财富，你只是想要平步青云、一步登天，然后成为万众瞩目的天之骄子。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说，我真的不是你想的。事到如今，说这些也没有意义了。我最后再奉劝你一句，我们之间到此为止，你好自为之。叶梦，别这样，别这样。再怎么说，你们之间也好了7年呢。其实三阿姨心里一直挺中意你的。你们夫妻之间床头吵架床尾和，你们之间有什么误会，说开就好了啊。误会说开？你不是一直强调我是高中没毕业的文盲吗？你不是一直强调我是在国外打黑工的下等人吗？你不是一直觉得我跟你儿子没有共同话题吗？你不是觉得我配不上他吗？怎么，你不是一直让我滚蛋吗？说让我从此以后不要再出现在你儿子的世界里，说我不要纠缠他。怎么，现在知道我是蔷薇财团的董事长，终于知道后悔了。只可惜啊，时至今日，你觉得我跟他之间还有什么好说的吗？我们早就一刀两断，恩断义绝。不能一刀两断，不能恩断义绝呀！不能啊！江海，你想去追求自己的幸福，我不阻止，我会支持你。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从今往后都不要再出现在我的世界里。至于过去赠予你的一切名利、地位、权力、财富，我都会找人一一收回。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叶梦，我们可是7年的感情了呀，你不能这么对我。伯母，我最后再问你一句，没有我叶梦，你觉得江凯能抵达更高的高度吗？我们完了，一切全都完了。宋倾城，我现在对你倒是有点好奇。你作为上京4大世家之首的宋家，代表着上京世家之首、大夏世家之巅的宋家大小姐，你准备怎么让我从这儿滚出去？董事长，是我宋倾城，有眼无珠，3番5次冒犯了您，对不起，求您开恩，放过我。完了，这一切都完了。这一定不是真的，这一定不是真的，这一定是哪里弄错了。我要得到董事长的认可，不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傅太君，你还记得你在酒店大堂跟我说的话吗？现在你觉得我跟他之间，谁能配得上傅景恒？他配吗？是我不配，是我错了。我的合法丈夫傅景恒，你愿意跟我一起上去
来一场假戏真做吗？我愿意。我后悔了，我真的后悔了。是我把他推开的，是我把属于我的一切给摒弃的，是我毁了我们江家呀，妈！儿子，不怪你，都怪妈，是妈有眼无珠，是妈误了你呀。내 가슴이 널 알아봤을까